既然你毫不犹豫，那也别怪我。你疯了！他可是你兄长，他是有官位在身的朝廷命官，你怎么敢对他动手？叶荣恒，3年不见，是不是我太给你脸了，以至于你自己也忘了我是为何外出有病，你这一身官职又是怎么来的了？3年前，我为皇后挡下一剑，重伤濒死，陛下恩赏，加封我为安和郡主，叶家随之鸡犬升天。我原以为这3年皇家庄子养病，换来的是至亲的思念，却没想到等我回府后，竟无一人迎接。荣乐，阿姐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好想你，我以为你回不来了。荣叔，你只管安心养病。我小妹性子跳脱，你要是真感激我，便在我走的这段时日多多照看她一二吧。荣叔嘱托的，我必是天打雷劈也是要办成的。你这般霸道，也不怕静雯被吓跑了？才不会，我们是青梅竹马，还有自小的婚约。这是怎么了？乐儿，是谁欺负你了？爹娘呢？阿兄呢？还有静雯呢？不会来了，阿姐他们再也不会来接你了。今日那个祸害过生辰，爹娘怕你回来冲撞了他的喜气，故意不准人声张。兄长正在庭院里为他舞剑助兴，就连远在千里的姐夫也特意送了生辰贺礼给他。哎呀，这位就是二姐姐叶荣舒吧？三姐姐平日里可没少跟我提起你呢，说你生得最是美貌。荣乐，你真是越来越不懂规矩了。瑶瑶生辰你早早离开便算了，如今这副哭哭啼啼的模样也不嫌晦气，莫要冲撞了瑶瑶的喜气。3年前他连乐儿磕破点皮都会心疼半天，如今亲生妹妹在他眼里竟只剩下晦气二字。兄长这话我倒是听不明白了，什么生辰？还有我叶荣舒离家3年，何时又多了一个妹妹？你久不在家不知道，瑶瑶是娘亲的救命恩人，她孤苦无依，娘亲怜悯她，便认了干女儿，排行第4。不过今日你来的正好，瑶瑶生辰，她念叨你不知多久了。你不是得了皇后娘娘诸多赏赐吗？可要好好的给她包一份大大的见面礼。兄长快别说了，再说下去，二姐姐该以为我是个贪心鬼了。兄长又揶揄我，瑶瑶才不是贪图二姐姐的见面礼呢，瑶瑶只是想见见传说中的才女姐姐。你呀，嘴上说不贪，心里指不定在盘算什么呢。3年，我这个久未回家的女儿回来，没等来接风洗尘的宴席，反而先听到了皇家赏赐的归宿，当真是有趣至极。那料子，那是我送给未婚夫谢静雯的定情手帕。这可是静雯哥哥亲手送给我的，他说这帕子的绣工好看得很，我求了好久，他才舍得答应让我做成鞋面呢。荣叔，瑶瑶年纪小，自小在外面吃了不少苦，性子是骄纵了些，但她并无恶意，不可胡闹。这本是你二姐姐赠给静雯的东西，不过就是张帕子而已嘛。静雯哥哥亲口说的，这帕子穿在瑶瑶脚上才叫好看。姐姐该不会为了这点小东西就跟我生气吧？那也太小气了。我的确是小气。叶荣舒，就算你当年救驾有功，得过赏赐，那又能如何？谁允你可以目无王法，在家里如此放肆，甚至随意伤人性命的？王法，兄长提得好，我自然是不能目无王法的。但兄长似乎忘了，我叶荣舒是陛下亲封的安和郡主，论位分，我是皇亲国戚。故而，一个来路不明、言语无状的贱婢，也敢妄图与我互称姐妹，这叫以下犯上。按律，我就算当场将她杖毙也是可行的，毁她半张脸，也是开了天大的恩典。更别说
叶侍郎方才对我出手，那是竟敢刺杀郡主。我为求自保，伤了你一只手，这也是合乎情理。兄长，你说你若告到陛下和娘娘面前，你我谁更该死呢？若真闹到御前，瑶瑶这身份必死无疑，我也逃不了刺杀郡主的罪名。你自诩第一才女，从来都压我们家每个人一头。但叶荣舒，在你之上还有孝道，爹娘不会饶过你的。还有静雯，等她回来，知晓你竟伤了她心爱的瑶瑶，她只会厌恶你、唾弃你。叶荣舒，你只会变成一个没人要的弃妇。等静雯回来，她绝不会要你这种毒妇。叶荣舒，你只配做个弃妇。弃妇，好大的威胁，我真是好怕啊。二小姐，您回来了。二小姐晚安。都给我跟上。哟，三小姐，您这是又乱跑到什么地儿去了？可让我们这些当下人的找的好苦。夫人和老爷说了，你在四小姐生辰宴上负气离开，是大大的不体面。这不，罚下来了，禁足3个月。过，请吧。你又是何人？这院子也是你能乱闯的？你又是何人？眼生的很，看来是这3年我不在府里，被那对夫妻提拔上来的新狗了。很好，放肆，不可对我阿姐无礼。阿姐，原是二小姐。二小姐，那又如何？如今这尚书府中，谁人不知四小姐才是老爷夫人的掌上明珠？至于二小姐你，在夫人眼里又算是个什么东西？走吧，三小姐，莫要逼我等动粗，到时候若是伤了病了，我等当下人的可担当不起。你竟然敢伤我！我可是夫人身边的人，就算你是二小姐，也绝不能伤我。还有你这个贱婢，还不快快给我放开！你等死吧，夫人定会扒了你们的皮！李婆子，你来得晚，没经过那几年的事，莫不是没人告诉你，这尚书府曾经是谁的田？二小姐在没去庄子里养病前，这府中上下大小事务，可都是她一手管家的。怎么可能？她不过是个女儿家，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！你不过是个女儿家，就算你是嫡出的二小姐，主母尚在，你如何能越俎代庖？荣叔，娘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？我娘自来性子软弱，长家时便被底下人欺瞒哄骗，捅下了不少的篓子。她怕被祖母和阿爹知晓责备，我于心不忍，借着养在祖母膝下学的一通本领，为她善了后。你瞧瞧你们，一个糊涂，一个无能，这偌大的尚书府，迟早败在你们手里。你日后还不若你这个亲女儿管得好。荣叔聪慧，做事妥帖，日后你那个夫人做做样子便罢，然后让荣叔暂且管家。是，母亲放心，儿子定当从命。那之后，我娘便对我生了怨，她恨我夺了她的威风，恨我像管教孩子一样管教她。谁家女儿有她这般使唤亲娘的？当真是不长记性。二小姐饶命！二小姐开恩啊！你这贱婢，竟敢在尚书府如此行凶！等夫人回来了，定要将你乱棍打死！贱婢，尚书府的下人当真是好大的威风。奴婢便是在皇后娘娘身边待了多年，也未曾见过如你这般张狂的。皇后娘娘，今日在我身侧的都是皇后娘娘赏下的亲信。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？这些人在深宫之中都不见得有人敢惹，却被你们这群婆子直唤贱婢，倒是头一次见人这么急着自寻死路。既然他们尊卑不分，也忘了谁才是这府里的主子。二小姐，您可算回来了。这府里如今早没了王法了。3年前，您刚去庄子上没多久，夫人便拉着3小姐去佛寺祈福，谁知途中偏偏遇上了山匪，乱战之中，是一位女子拼死护住了夫人。夫人回来时便带回了那女子，便是如今的4小姐许瑶瑶。
母亲，这力道可还行？瑶瑶命薄，这辈子能伺候母亲，便是死也甘愿了。娘，这许瑶瑶来历不明，身手也怪异，就这么留在府里，恐怕不妥。放肆！瑶瑶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更是贴心周到。你瞧瞧你这副样子，成日里疑神疑鬼。你学你二姐那般铁石灵心也就罢了，莫非现在有人想要替你们孝顺我，你也不答应不成？阿姐，那之后我再说一个字，在娘眼里便都是罪过。娘被救命之恩迷了眼，那是她糊涂。阿姐，爹爹和阿兄起初也是不满，甚至想过要将她送走，可那许瑶瑶却在爹爹和阿兄面前表现得十分乖巧懂事，时间久了，他们便也接受了她。爹爹，这是瑶瑶亲手做的点心，您尝尝。瑶儿没别的本事，只想叫爹爹宽宽心。阿兄剑法真好，瑶瑶也想学，阿兄教教我好不好？荣叔，你瞧瞧瑶瑶多懂事，你身为姐姐，为何非要针对她？当真是冷血善妒，半点没有荣叔当年的气量。后来我就干脆躲在屋里，不愿多管。可即便如此，他还是不肯放过我。阿姐，我好想你啊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？若是我也有这样的姐姐便好了。瑶瑶命苦，从未见过这样好看的童年。傻孩子。不过瑶瑶已经有了爹娘和兄长，一点也不觉得羡慕了。你如今是我的女儿，荣叔自然也是你的姐姐，那头像也该有你的一份。娘，那是阿姐给我的定情礼物啊。如此小家子气，一张帕子几件首饰也要争抢，简直丢尽了尚书府的脸。看来是把你纵得太过了，如今翅膀硬了，连我的话都敢忤逆。这般不懂事，瑶瑶受了那么多苦，你就不能让让她？阿姐，从那以后，这尚书府便不再是家了，而是我的牢笼。阿爹，阿娘，不是你们想的那样。在那笼子里，我日日受着煎熬。我甚至想过，只要我逃出去，只要我能找到静雯哥哥，他是你的未婚夫，他一定会帮我的。怎么可能？姐夫与许瑶瑶怎会共骑一马？静雯哥哥，这马颠得我头晕，你若再不慢些，我便再也不理你了。阿姐，爹娘他们都变了，他们现在满眼都只有那个许瑶瑶。你不该回来的，这些年我一直瞒着你，就是不想你回来和我受一样的苦。不，或许他们从未变过。你说什么？只是之前祖母还在，我也还在，他们不过是忌惮着我，不曾表露而已。祖母，说来好笑，我的爹娘和兄长一直在忌惮我。荣叔啊，你这孩子实在不像你爹娘能生出来的，你太快、太利，也太狠了。好，叶尚书，你生了个好女儿啊，当赏。叶大人这官位升的，全靠生了个才女女儿。哟，叶兄，今日怎么又出来这么晚？莫非又被你那位博学多才的妹妹关在家里管教了？我才是长辈，倒要受一个小辈的掣肘。谁家女儿敢这般使唤亲娘？那时他们必须依靠我的名声和手段才能在金陵站稳，更因为还有祖母撑腰，所以他们只能拼命演好那一出父慈子孝、兄友弟恭的戏码。所以当祖母病时，我远走庄子养病，久不在家。而这时候许瑶瑶出现了。许瑶瑶比我聪明，她给出了他们最想要的东西，那种从未在我这里得到的依恋和如沐。所以他们将它视为掌上明珠，也正因为有了这个寄托，他们才敢理所应当的暴露那卑劣的本性。若真如阿姐所说，
那今日阿杰毁了那小妖半张脸，又刺伤了阿兄的手，按照那祸害的性子，现在定是已经写了信告上京城了。他会给姐夫、给谢晋文写信告状，更会向爹娘哭死过去的。阿姐，谢晋文如今是朝中新贵，爹爹又是礼部尚书，若是他们三个一起追究起来，阿姐，你即便有郡主之位，在这深宅大院里又能如何呢？走，阿姐，我们快走，趁着爹娘还没反应过来，我们快去皇宫找皇后娘娘。只要见到娘娘，他们定不敢对你怎么样。可若是还没踏出这尚书府，这里便是他们的地盘，他们绝不会有阿姐好过的。傻丫头，他们现在拥有的一切，这尚书府的门楣，谢晋文的前程，本就是我给他们的。我给出的东西，我也能亲手拿回来。既然他们打算恩将仇报，还想咬我一口，那我自然得千倍万倍的讨回来。荣叔，你这孩子天生不似寻常人，你心冷，太冷了。祖母说我心冷，实则我只是顾全了所有人，唯独忘了我自己。从今往后，叶家便只能听我摆布。阿姐，你的眼神好可怕。谁让叶家二小姐自来便生了一张救苦救难的观音面，可这皮囊下面藏着的，却是连佛祖都渡不了的蛇蝎心。祖母，这是孙女最后的一丝孝心了。二小姐，夫人带着人来了。叶荣书，叶荣书，你给我滚出来！母亲，你又犯错了。母亲，夫人，您怎么了？他上一次听到我唤他母亲，是他鬼迷心窍挪用公口开了赌庄，那次祖母断了药，兄长险些被除名，留您3000卷佛经，抄不完不得出。我怕什么？老太婆已经死了，叶荣书也走了3年，这尚书府现在分明是我的天下，你少拿那种眼神看我。母亲可知错？放肆！我是你亲生母亲，更是这府中的当家主母，你祖母早就化成灰了，少拿这死人的名头来压我！我问你，我听底下人来报，说你竟为了这个孽障，亲手伤了瑶瑶，还弄断了你阿兄的手，可是真的？母亲，荣热才是你的嫡出亲女，你怎能将她与一个来路不明的贱婢相提并论？闭嘴！你凭什么这般说瑶瑶？她救了我的命！叶荣书，你瞧瞧你自己，你哪点像是我生出来的女儿？这些年，你可曾给我半分敬重？可曾像瑶瑶那样贴心过？你可知这金陵城中多少官眷私下如何笑话我？笑话我连亲生女儿都斗不过。至于那个孽上，成日里唯唯诺诺，背地里却与你一般不把我这个母亲放在眼里。我偏心瑶瑶有何不对？瑶瑶知道哄我开心，而你们敬重。母亲想要我对你如何敬重？是事事以你为先，还是处处对你毕恭毕敬？若你想要，我也是给过的。荣叔，娘便只有你了。你祖母向来是个眼里揉不得沙子的，这次若是让她知道娘亏空了宫中银钱，保不齐得让你爹休了我不可。娘也是笨，不小心听信了那些混账婆子的谗言。娘做这一切，还不都是为了你们兄妹？所以，娘是想要我帮你认下这件事吗？我虽情感淡薄，但自幼循规蹈矩，初时我也曾以你为天，唯命是从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可我为什么会变成如今这副模样？母亲，这不也是你亲手求来的吗？母亲，看着我，认下自是可以的。我是叶家的子孙，祖母就算再生气，也不会把我赶出去，顶多会重重罚我罢了，受点皮肉之苦，总保过让娘被休活不下去。
好舒儿，娘可该要怎么谢你的好？只要娘发誓永远不后悔生下舒儿便好。我曾真的很努力，想做好一个女儿，你推波助澜，亲手把我变成了如今这副冷酷无情的模样。可现在你反倒开始嫌弃我太过冰冷，太过强势。所以母亲，你这是在后悔吗？我曾想过，只要你不后悔，我便一直敬你、护你，做这叶家最稳固的盾。娘如何会后悔？你是娘的福星，娘这辈子绝不后悔生下舒儿。娘，求您了，别说了，再说下去就回不了头了。我如何不后悔？我早便后悔了。我要的是瑶瑶那样温柔乖巧、满心满眼都是我的女儿，才不是你这个算计人心、冷酷无情的怪物。你以为如今还是你祖母在世给你撑腰的时候吗？看清楚了，现在我才是这个家的当家主母，而你不过就是个从我肚子爬出来的不服管教的孽种。来人，把这个不尊不孝的东西给我拖下来，按在祖宗面前跪下，让他好好给列祖列宗请罪。我要看看你这张假正经的脸能装模作样到几时。那便是不知错了。叶荣舒，你怎敢让我跪？你怎敢让我跪？都死了不成？愣着做什么？还不快快把这个不孝女抓住，拿鞭子来，给我松开！我打死她！我今日非要以正门楣，亲手打死她不可！我久病未归，家中便出了妖孽。夫人糊涂，听信谗言也就罢了，尔等身为府内奴仆，非但不尽劝告之责，反倒跟着主子一起哄骗谋利，其罪当诛。不，这不是真的！我是你娘，你这是忤逆，是不孝！你凭什么罚我？大齐律法在上，你不能罚我！叶荣说，你爹被圣上因急事唤走，他马上就要回来了。你若敢伤我，等我告到衙门，你就不怕被天下人唾弃吗？你就不怕被处以极刑吗？忤逆不孝，那可是我朝灭门的大罪！大罪？好稀罕的罪名！自古天地君亲师，母亲读过书，应当明白，君为上，亲为下。论身份，我叶荣舒先是皇家亲封的安和郡主，再是尚书夫人的女儿。然而夫人尊卑不分，竟也如那叶侍郎一般，公然刺杀皇亲国戚。母亲，这可是要诛九族的重罪！你陷女儿于不义，拖家族于不忠，按照叶家的族规，对此等祸乱门威之人，何该跪于祠堂，诚心礼佛，无令不得出。所以母亲，请跪吧。放开我！叶荣舒，我可是老爷的贴身心腹，我签的是死契，你敢动我，等老爷回来，他定要把你们这群吃里扒外的东西统统打断腿！快些闭嘴吧，你个不要命的，没看见那是谁吗？尚书府强夺田地，简直无法无天！无法无天！叶家子弟欺男霸女，还有没有王法呀？父亲的心腹签了死契。我在回金陵城的路上边听说尚书府家奴仗势欺人，欺男霸女，想来也是你们这群蛀虫的手笔。看来我那好逸暗劳的爹这些年确实松懈了不少，养了这么多蛀虫。来人，拖出去，杖毙！二小姐饶命！我小的遵命。这只是一个开始，开始吧。二小姐离京第1年，府中变卖成交良田3000亩，所得银钱未入公账。第2年，夫人以祈福为名，挪用府内绸缎庄3个月的营收。那是我和乐儿的嫁妆，是祖母临终前亲手交托的。小姐，郡主饶命啊！奴婢真不是有意的，是夫人非要变卖您的几家铺子，说是要筹钱去开设赌庄啊，奴婢拦不住啊！还有四小姐，去年四小姐落水，真不是三公主推的，是四小姐命奴婢偷偷把她的翡翠头面藏进三公主院子里的土里，故意栽赃陷害。奴婢也是听命行事，郡主
主开恩，郡主开人啊！你要给他们求情？阿姐是我报仇才责罚的他们，若我此时不感激阿姐，反而同情这些恶人，岂不是恩将仇报？岂不是当众打阿姐的脸？辜负阿姐的事，我做不出来。这些人自作孽不可活，我绝不心软。乖。叶荣书呢？让他滚出来见我！反了，真是反了！放开，连我也敢拦！本官要带人平了这孽女！放肆！要叫郡主。你是何人？竟敢殴打朝廷命官？是谁给你的底气？那个逆女吗？本官要你好好看看，谁才是这府中的主人！够了吧？该杀的你也杀了，该处置的你也处置了，我可以走了吧？你到底还要如何？非要逼死你亲娘不成吗？母亲这是在教我什么？郡主，尚书大人带到了。老爷回来了，对，他才是尚书，是这家的主子。叶荣书，我看你在这天子重臣面前还敢怎么狂？老爷，你总算回来了。父亲，这里可是列祖列宗面前不许荡秋千的，快从我婢女手中下来吧。这位可是皇后娘娘身边的心腹，若非我救驾那点交情，想借她来教教叶家规矩，还没那么容易。逆女，还不快让这个贱婢放手！你想要如何？是否不成？快打！原来这真是尚书大人啊！怎么一副酒囊饭袋的模样？若在宫里，这般仪态连门都进不去。一个靠着祖母严管才勉强维持美名，靠着我这个女儿才换来天恩的男人，骨子里终究是撑不起这身官服。酒囊饭袋。不过3年，叶荣书，你好大的威风！纵容贱婢在祠堂肆意妄为，自己一归家就搅得家宅不宁。我听说你竟然还敢对瑶瑶动手！瑶瑶年纪还小，纵有错处，你身为姐姐教导便是。竟敢毁她面容，你也要与她计较不成？来人，把这个以下犯上的贱婢给我拖出去，打死！本官说话你们都聋了不成？我说，把她拖出去打死！3年前你虽庸碌，但在祖母面前上知收敛，如今没了管束，这暴戾自大狂妄的本性当真是暴露得一干二净。父亲若是想要他的命，怕是不行。为何？叶荣书，莫非你真要当着祖宗的面忤逆尊长不成？不，只是这位嬷嬷本是陛下赐给皇后娘娘的贴身暗卫之一，若是父亲真要她的命，须得陛下和娘娘亲自引领。陛下、娘娘，怎么可能？你3年前不过是替皇后娘娘挡了一剑，娘娘再是心慈，那些金银、郡主名号的赏赐也该够了。时隔3年，天家怎还会对你如此看重？3年前他挡那一剑换来的恩典确实够厚了，郡主之位、我的官衔，还有谢家的婚约，天家恩赐至此已是仁至义尽，他叶荣书还能剩下几分胜处？大抵是女儿颇具皇后娘娘的眼缘，外头的人总说你性子冷些，甚至说你凉薄无心。这世间恩将仇报之辈比比皆是，不过是性子冷些，又能算得了什么？本宫倒是欣赏荣叔这般豁达，万事看得通透。这3年，娘娘在行宫避暑，少不得找我尽下解闷。娘娘历经浮沉，稳坐中宫。有些事虽远在深宫，却也并非耳目全闭。娘娘摆驾回宫那日，该是刚进宫门，便知晓了叶家多了一个救命恩人的4小姐。更听闻，我那位好未婚夫谢晋文，为了一个女子策马共骑，闹得金陵城满城风雨的流言。所以，在我病好归家那日，娘娘特意为我送上了这几个宫中亲信。
父亲觉得，若娘娘不看重，会派这些能杀人的手脚跟着我吗？既然是带着娘娘的恩典回来，如何不早说？闹出这些动静，这是作甚？女儿归家，本是想尽孝，可谁知一进门，便见小妹一身病骨，几乎没了命。府中下人更是不成体统，奴欺其主。女儿无法，只得依着规矩核查账目罢了。核查账目便核查账目，闹到祠堂作甚？那是你娘，是你的长辈，便是他有千般错，他跪着，你如何能站着？父亲此言差矣。祖母生前曾立下家规，但凡犯下大错，雷及家族者，皆该跪于与祖宗牌位之前，诚心忏悔。母亲这3年，将当初祖母严令不许开设的赌庄重新开了起来。不仅如此，她还听信了许瑶瑶和几个官家夫人的忽悠，带头参股，做得风生水起。可笑的是，她是唯一一个记着证明的老板，那几个夫人躲在幕后，连半分痕迹都没留。父亲请想，日后若被查出来，赌债累累，逼出人命，这叶家该如何自处？来日陛下的桌案上，会有多少弹劾父亲与兄长的奏折？父亲这身官袍还能穿几天？更别说他为了那个不知所谓的干女儿，挪用祖母留给我和小妹的大半嫁妆。父亲这桩桩件件陷家族于不义，夺嫡女之根本，如此大错，母亲难道不该跪吗？不敬婆母，不敬嫡母，不敬长姐，不敬夫君，不敬祖宗。你这混账妇人，背着我竟捅出这么多篓子！还有最后一件，关于祖母留下的翡翠头面。瑶瑶不过是个小女子，爱美也是天性。她自幼受尽苦楚，瞧见你们那些华贵的首饰，心中难免有些自卑。你娘也是爱女心切，我看瑶瑶可怜，亦是于心不忍，便做主点头，将那些首饰给了她的。荣叔，你和荣乐都是姐姐，何该大度一些？不过是几件身外之物，何必为了这点东西这般斤斤计较？传出去，倒叫人笑话我们尚书园嫡女没气量。原来如此，挪用嫡女嫁妆，竟是他这个做父亲的亲口点过头的。哦，既然如此，既然是父亲做的主，那这罪名，父亲也一并担了。来人，请父亲也一并跪下吧。你识大体最好，可千万别像荣乐那般小家子气，心思恶毒。等等，你方才说什么？果然人老了，心便也跟着糊涂了，连话都听不明白了。叶家家规如此，纵是家主，亦不可例外。来人，还不快好好伺候尚书大人，下跪认错！大胆，放开本官！本官可是朝廷命官，是你的亲生父亲。叶荣叔，你敢如此对我？你这逆女，你敢！孽障，他不是我生出来的，他是个孽障。这3年，父亲似乎过得太快活了，快活到忘了这叶家的根本。父亲罔顾家主祖业，玩物丧志。半年前，您为了买下一只名贵的百灵鸟，竟然转手便变卖了3块祖地，又为了逞一时口舌之快，纵容下人恃强凌弱，打伤多名店奴。那地里险些闹出了人命，亦或者这其中早就已经出了人命，只是父亲自以为瞒得天衣无缝罢了。父亲莫非忘了罔惧祖业，纵奴行凶？这些罪状若侦查时，那是拉着全家一起遭殃的大罪。只是姑且还未被那些御史台的人查到罢了。胡说八道！你这不孝的东西，竟敢在大庭广众之下污蔑生父！就算是真的又如何？自古百善孝为先，你莫非还真敢在这列祖列宗面前对你的亲生父母动手不成？对，天下百姓都看着，你若伤了父母，便是死路一条。是啊，孝道，在这朝堂民间，纵然我是郡主，
若背上殴打生父母的罪名，也定会被万民唾弃，甚至引来天家降罪。我为爹娘的骨血，如何能对爹娘亲自动手？你知道便好，你知道便好，还不快让这些贱婢退下！自古有言，父母不慈，乃子女之过。既然我不能动爹娘，那就让爹娘最心疼的女儿、儿子来替爹娘受过吧。女儿、儿子，请父亲母亲仔细瞧着。叶榕书，你这不知死活的毒妇，你怎敢这般对待爹娘？不懂规矩的东西，叫郡主！爹娘，瑶瑶，荣芳，姐杀的，我的好女儿，我的儿子！这是怎么了？快让爹看看！瑶瑶别怕，爹在这儿，爹爹今日定要为你做主。阿姐，看到这一幕，我竟然不难过了。可我就是想不明白，为何在那许瑶瑶出现前，爹娘从未这般亲近过我们？可她出现后，爹娘倒真像戏台上的慈父扶母，将她当成了唯一的亲骨肉。凭什么呢？阿姐，为了这个家，你大放异彩，博特天恩，我苦守深宅，受尽欺凌，我们付出了不知多少，到头来想尽好处的，却是一个骤然冒出来的外人。他们护他如珠如宝，却看我们如草芥。想我挣来的名声，助我挣来的府邸，许瑶瑶，我给的好处，你真的受得起吗？脸，叶榕书，你竟然划破了瑶瑶的脸！你这个疯子，她可是你亲妹妹啊！那是你手足至亲，你怎敢下此毒手？父亲母亲看来是老了，记性不好。我叶榕书这辈子只有一个亲妹妹，至于这种敢无乱攀附、尊卑不分的货色，不过是略施小惩罢了。父亲母亲何故大惊小怪？疯子，你就是个疯子！谁敢动我的女儿？我的瑶瑶啊！娘，你们要为瑶瑶做主啊！是他，就是他，他让我变成了这副不人不鬼的模样。我还没议亲，我的谢哥哥没有明白的会要一个毁容的女子。叶榕书，你毁了我的一辈子！叶榕书，你这个魔鬼，我绝不会放过你！你自认我毁了你的人生，却绝口不提这3年来你是如何在父母面前构陷乐儿，如何让一个嫡出小姐的名声在金陵城变得狼狈不堪。是以你错了，你以为抓住了我爹娘就能赢，却没发现你依仗的父母现在正活在对我的恐惧里，惩罚才刚刚开始。既然父亲母亲非要认她做女儿，那我也没什么好拦着的。只不过为人子女者，替父母受过，乃是叶家家规立身的根本，理所应当。你们要干什么？放开我！娘，救我！当真是感人啊！叶榕书，你疯了！有什么本事冲我一个人来！别动瑶瑶，放开她！既然兄长也这么说了，那就上家法吧。痛！别打了，饶了我！母亲救我！叶榕书，你不就是嫉妒瑶瑶吗？你嫉妒她比你讨喜，嫉妒她比你温柔。我告诉你，便是你今日打死我，我叶荣风也绝不认你这种冷血残忍的怪物做妹妹。怪物妹妹，说得像谁当真稀罕要你这种是非不分的哥哥似的。阿兄，既然你如此执迷不悟，阿姐与我也根本不想有你这样的阿兄。他话太多了，用鞭子抽烂。哎呀，我知道错了，二姐姐别打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求你放过我吧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叶榕书，别得意太早，今晚哥哥马上就要回来了。
灭绝人性的东西！我要杀了你！我今日非杀了你这个逆女不可！父亲母亲，这行刑的数目，你们可要数仔细了。你们曾经犯下的一桩错，都会如实落在他们二人身上，化作这一鞭。若你们再犯，这鞭子便不会停。这法子总该是比凌迟好一些的，至少最后不用死，只是要在这祠堂里无穷无尽的受尽折磨罢了。不要，荣叔，求求你，别打了，我的心都要碎了。那是你亲哥哥呀！母亲，你可知错？为什么我会生下你这种妖孽？报应，这都是我叶家的报应啊！叶荣叔，你有本事就杀了我吧！逆女，本官今日便杀了你，以此正我叶家门楣。这是我叶家的家事，便是告到御前我也占理。剑王带起一阵厉风，没有很狠。爹，我看今日谁还敢动他？怎么样？好一副感天动地的父女情深。放心吧，瑶瑶，有我在，我看今日谁还敢再动你一指头！爹，娘，瑶瑶真的好疼啊！二姐姐，这便是你想要的吗？你记恨我，记恨我夺走了爹娘阿兄的爱，甚至觉得我抢了静雯哥哥的爱。你不必再折磨他们了。我倒是低看你了，不是低看你的手段，而是低看你这副残躯，受了这么多皮肉之苦，竟然还能强撑着把这出戏演下去。爹爹娘亲，是瑶瑶不好，瑶瑶惹姐姐不高兴，害得你们骨肉生息，瑶瑶万死难辞其咎。这几年的养育之恩，瑶瑶只能来世再报了。静雯哥哥，咱们来世再见吧。瑶瑶，瑶瑶，你别做傻事啊！上演的这一出情深意长的戏码，时隔3年，我终于和谢静雯再次相见。不，瑶瑶，不要，不要！看着吧，看着你最依赖、最笃定的爱，就在你面前，仅差半寸，却化为虚无。值了。瑶瑶，瑶瑶，瑶瑶，你睁眼看看我，瑶瑶。叶荣书，你这个冷血的毒妇！谢静雯，我们可是自幼订婚，青梅竹马。3年前，你拉着我的手，满眼羞涩地说要8抬大轿娶我回家。爱上瑶瑶是我之错，与瑶瑶何干？你要恨便恨我，要杀便杀我，你何故非要揪着她不放，非要逼死她不可？我什么时候说过要放过你了？再者，那柱子是他自己要撞上去的，与我何干？事到如今，你还敢狡辩？若非你用匕首刺穿我的小腿，我如何会拉不住瑶瑶？是你亲手杀了她！你方才不是说要杀你便杀你吗？我不过是照着你的心愿做了，你现在又在生气什么？我要杀了你，叶荣书！我要杀了你！叶荣书，我要你为瑶瑶陪葬！阿姐，想杀我？谢静雯，你怕是忘了，3年前我挡剑救人，3年后我也能一针杀人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今日月云，安和郡主恰好归来，朕与皇后共设盛宴，
叶府一应人等一并前往，不得有误。谢少卿，你怎么也在此处啊？如此甚好，你是安和郡主的未婚夫，理当一并前往，倒也省得咱家再多跑一趟谢府了。未婚夫，多致命的刺激啊！谢静雯，你心心念念的瑶瑶就在你身后生死不明，可你却不得不以我未婚夫的身份随我一同去谢恩。听闻安和有一心上人，甚至为了他才求朕重用谢家，此等家训，不知可在此处啊？臣谢静雯见过陛下娘娘，承蒙安和郡主不弃，臣感激涕零。谢大人，郡主，时间不早了，莫要让陛下和娘娘久等。公公辛苦。未婚夫，皇恩浩荡，这4个字从来就没有回旋的余地。谢静雯，就算你现在恨我入骨，就算你与许瑶瑶情深似海，你也得八抬大轿聘礼百香的求着我进步。逆女，你以为有了圣旨你就赢了？你竟然还笑得出来！今日宫宴便是你的死期。去，现在就去！今日我便要向陛下娘娘告御状，我要让全天下人都看看我生了个什么样狼心狗肺的畜生！叶荣叔，谢静雯，这是我3年来第一次好好跟你说话，我会求陛下免去婚事。叶荣叔，我原本想过留你一个妻位，让瑶瑶做妾受些委屈，全当报答你当年的恩情。现在看来不必了，今日之后，你就算跪下来求我做个通房，我谢静雯亦不会让你进门。陛下娘娘，臣谢静雯冒死进言，安和郡主叶荣书归家当日便行凶伤人，划破亲妹脸颊，刺伤长兄。他如此行事，还请陛下娘娘为可怜的叶四小姐做主。许瑶瑶大概没算到，那一头撞下去没能撞死，却把自己的余生都撞烂，下半辈子她只能在榻上做一个动弹不得的活死人。陛下，这逆女疯癫庞贝，在家中肆意行凶，连微臣与夫人也不放过呀！老臣与夫人当真是悔不当初，生出这等丧心病狂的东西，还请陛下娘娘为微臣做主。这是什么道理？天底下竟有亲生女儿敢对爹娘动手的，简直是大逆不道，罪无可恕。听闻连谢少卿都被他刺伤了，家门不幸啊！叶尚书和谢少卿遇到这种魔头，当真是倒了8辈子的霉。启禀娘娘，叶荣书因在庄子里待久了，性子孤僻乖戾，今日回府，仅是因为一张帕子，便毁了四妹的脸，更将四逼的撞住。如今四妹瘫在榻上，生死未卜。若是今日不罚，来日他岂不是要在这金陵城中肆意杀人？帕子？什么帕子？能让郡主如此动气？一问帕子，他们倒是想起那帕子的来历，不甚体面了。不过是微臣送给瑶瑶的一张寻常帕子，瑶瑶平日里爱美，看着那绣工喜欢，微臣怜惜她，便赠与她了。娘娘，那许瑶瑶虽非亲生，却也是叶府悉心教养的女儿，仅仅是因为她将一张帕子缝成了鞋垫，安和郡主便心生妒意，痛下杀手啊！是啊，陛下，不过就是一张帕子，这逆女竟如此丧心病狂，求陛下为瑶瑶做主。想让我死？好啊，那就看看最后是谁的死期。朕倒是瞧着这鞋面的料子极不寻常啊，这料子像极了皇后最珍爱的流云锦。陛下好记性，这锦缎的确是陛下昔年赐给臣妾的。不过陛下忘了，3年前安和郡主拼死替臣妾挡下那一剑，臣妾感念她的救命之恩，才将那余下的锦布悉数赐予了她。所以这御赐的流云锦竟被你们叶家当成了区区帕子，甚至还明晃晃地做成了鞋面，踩在脚下。僭越皇权，亵渎御赐之物，这一双鞋便是送你们上路的催命符。怎么可能？那帕子怎么会是流云锦？叶尚书、谢少卿，你们好大的排场啊！如此僭越之大罪，安和郡主为了保全家族颜面，甘愿私下受屈处理。可尔等倒好，他念之血脉至亲，宁可被尔等诬告，也未曾有过半分辩驳。可你们竟然倒打一耙，甚至想在朕的面前亲手要了他的命！还有你，身为长兄帮凶一个，也敢在这堂而皇之的污蔑亲妹！陛下，臣并非那个意思，臣只是……这不忠不孝、不仁不义的东西，到底是谁？
叶荣红，你这3年来步步为营，求的不就是封妻印子吗？如今天子亲笔定下不忠不孝的考评，你的仕途，你的前程，全都完了。陛下开恩，陛下开恩呐！闭嘴，给朕拖出去，押入天牢候审。至于叶家案，你们得庆幸，若非安和郡主明理睿智，在回宫后一直为尔等遮掩，否则今日尔等这桩僭越之罪，定是十死无生。二位驾到！革职查办，一落千丈。你从未告诉过我，那张帕子是刘云锦做成的，你从未提过一个字。哈哈，你早就设好局了，对不对？从我离京那日不，从更早开始。叶荣叔，你果然从来没有心。你眼睁睁看着我把天家之物送给瑶瑶，你就在等这一天。夫君怎么能这么想我呢？安和不过是觉得，若是早早说了那是御赐的刘云锦，怕是夫君用起来也要束手束脚，心中平添负担，便索性不说了。可谁又能想到，夫君竟会将心意肆意送出，甚至还要让他踩在脚下呢？对了，我既然是陛下亲赐的婚约，叫你一声夫君，想来也不算逾矩吧。既然谢少卿这般看重那女子，甚至不惜赌当前程，本宫也不好做那个棒打鸳鸯的恶人，那便将那叶四小姐一并赐给谢家吧。说是赐去，却不提是疼妾还是贵妾，那就是说无名无分，连通房都不算了。叶荣叔，我竟没想到你恶毒至此！你以为耍这些手段强嫁给我，便能让我多看你一眼吗？我告诉你，便是瑶瑶现在成了那残缺瘫痪的模样，我谢静文这辈子也只会爱她一人。而你，永远别想得到我的半分怜悯。想必你也没机会让我多看你一眼。叶荣叔，你就算强求了这婚约又如何？我只会爱瑶瑶一人，而你得不到我半分爱。夫君看或者不看我，其实一点都不重要。我费尽心机嫁给你，不过是来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罢了。你幼时丧父丧母，寄养在叔伯家，像狗一样被欺负。从我救你的那一刻起，你的命就是我的。你凭我得重用，依我得高升。这谢家的万贯家财，你谢静文的仕途前程，本就该是我的。我不是要嫁进谢家，而是谢家从此往后都要改姓叶。更何况，谁给你的错觉，觉得许瑶瑶那个活死人能活着嫁进我的将军府？梳头，我竟要亲手为害了我瑶瑶的凶手梳头。女儿明天就要出嫁了，母亲这副模样，是为什么不高兴呢？你何必装模作样？你毁了我的瑶瑶，让她现在求死不能，你心肠歹毒至此，还要我如何高兴？我原以为看到她那副模样，母亲心里该是最高兴的。你什么意思？你还想对她做什么？你已经把容风弄得流放千里了，你还要如何？我只是突然好奇，祖母对父亲向来严苛，不许他纳妾收房。这京城谁不羡慕母亲有个洁身自傲的好夫君？这还用你说？你阿爹这些年一心只有我，府里连个通房都没有，这便是你那个祖母生前做的唯一件好事。纵然你权势滔天又如何？你那夫君谢静文心里还不是只有瑶瑶一人？所以啊，那个自诩一心一意的好夫君，在母亲礼佛受苦的时候，真的一直那么清白吗？母亲，我只是在想，祖母病逝，我刚好离家去庄子，母亲走了那么多遍的礼佛路，偏偏在那天就遇到了山匪。那可是满是凶恶山匪的深山啊，怎么偏偏就冒出来一个毫发无损、无父无母的孤女，刚好能救下母亲呢？哎呀，母亲弄痛我了。其实我也好奇，四妹受伤瘫痪的这些日子，父亲整日里早出晚归，他说是为了公事奔波，可公职都被免了，还能往何处去？娇娇莫哭，孩子，咱们以后还会有更多的。如今许瑶瑶虽然废了，但那长子也被流放了，此时正是咱们的机会，只等再为我生下一个儿子。届时，咱们再如法炮制，把这孩子送进府里，他便是未来叶家唯一的继承人，是这一家之主。我要杀了你们！杀了你们这群骗子！原来瑶瑶竟是你这贱人的孽种！你竟让我这个原配去养你万世的种！我要杀了你们！杀了你们这群骗子！阿姐，
城西那边传信了，娘她真的疯了。我早说了，有些真相还是母亲亲自去瞧才最是有趣。报应，这都是报应！所以，我这3年来不惜与自己的亲生女儿决裂，拼了命护着的，竟然是那个奸夫淫妇生下的孽种！我竟成了这京城最大的笑话。夫君，洞房花烛，你这是要去哪儿？去见我的瑶瑶。叶荣叔，你虽然如愿强嫁给了我，但你记住了，这具躯壳我永远也不会碰。阿姐，他日日往尚书府跑，到处给许瑶瑶寻医问药，当真是乐此不疲。随他去。叶荣叔，我从未进过你的房，我从未碰过你一下。你说，你肚子里的野种到底是哪儿来的？你这个不守妇道的贱妇！夫君这是说的什么胡话？这孩子自然是夫君的，莫非在这将军府中，我还能凭空造出个孩子不成？不可能！你撒谎！你只要他是我叶荣叔的种，他以后便是这谢家、叶家唯一的继承人。放过我吧，荣叔，我欠你的我都还你了。谢家的家产、我的名声、我的前程，你全拿走了，求你放过我。荣叔，你我自幼一起长大，为何我们会变成如今这副模样？好啊，3年前他因为我替皇后挡下的那一剑，从此青云直上，步步高升。荣叔，我夫人呢？我夫人呢？荣叔，快跟我走！3年前你求来的这一命，如今我还给你了。谢晋文死了，刺客那夺命的一剑，不仅为他换来了救驾功臣的死后哀荣，也为我换来了这一身的荣华富贵。就连腹中还未降生的孩子，也早早有了封号。他欠我的，我不仅拿回来，还要他谢家生生世世的还债。这一下子，叶家算是彻底没人了，乐儿成了顶梁柱。阿姐，我招了个赘婿，出身清白，听话的很。如此，我若是哪日不喜欢了，也能随时休了他。阿姐教我的，只有抓在自己手里的才叫命。一切好似都没变，谢叶两家依旧是京城最显赫的世家，两家世代交好，枝繁叶茂，家族永世昌盛。